你听说了吗？老师他最近好像……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诺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补教荒谬事。为什么我会想分享这个主题呢？因为呢，诺从小其实就补过非常多的习，不管是从国小开始就有去上美语班、书法班，我还上过钢琴班，然后国中开始就补了全科，高中补了英文、数学跟物理，所以说下来我也算是十全大补。大学我又在补教业当了3年半的辅导老师，所以我在补习班的经验算是非常的足够。今天呢，我想讲的故事主要是发生在我高中到大学所发生的故事。这段时间我主要都在同个补习班，所以呢，非常的精彩。对，然后我这边呢，会从我高中开始学生的角度，慢慢分享到我大学以后在那边当辅导老师所看见的事情。那故事就开始咯。一开始我记得是从国中基测考完以后，我们国中的补习班，它有跟这个高中的补习班合作，就会让一些国中已经有学校的同学去上这个先修班的课程。然后这个高中补习班，他们就会派一些比较年轻漂亮的所谓的行政姐姐，在后面关心大家的学习状况，就有点像跟你当朋友啊，鼓励你说可以报名他们的补习班。因为这补习班算是比较小的补习班，所以呢，它的人数其实不多，所以他就主打说这是一个小班制的教学，所以老师都可以关心到每个人的学习状况啊，就觉得说哇，那这样子感觉听起来很好。后来反正就是因为他们就很会那种行销手法，所以我们就一群朋友就有报名进去这个补习班以后呢，就慢慢觉得一些事情，就觉得说这真的是正常的吗？像是第一件事情，我记得是说，像是第一件事情是那个行政姐姐，我们刚刚说的行政姐姐，其实他们换人的频率算是非常的频繁。就我记得最短的我有看过大概1个礼拜吧，长的话也就2-3个月。重点是呢，这些行政姐姐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算是非常的奇怪的事情是。就比如说你昨天跟他还蛮好的，然后隔天来补习班就突然换一个姐姐，然后你就问他说那昨天的姐姐怎么没有来？他就突然跟你说她不做了，然后你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？一开始呢当然会不以为意嘛，但是数量就比如说到了3-4个以后，你就会觉得说有点奇怪啊，所以呢就跑去问一些待比较久的姐姐，比如说2-3个月那种，然后他就会面露难色的跟我们说是因为那个老板啊。但是呢因为这里的老板就是我们的数学老师，因为呢我刚刚有说过我们这个补习班是一个小班制的补习班，所以呢老板其实就是我们的数学老师。他平常上课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对学生真的是非常的好，所以当姐姐跟我们说是因为老板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，我们想说老师平常人很好啊，怎么会是因为老师啊？但是随着我们在补习班的时间待得越来越久，我们就会听到一些更劲爆的事情，就觉得真假的那种感觉。像是后来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到了上课时间要去上课的时候，就在教室里要等老师来上课，结果呢，姐姐就突然走进来跟我们说，今天不上课，因为老师人不舒服。但是呢，一开始我们当然不会觉得怎么样，然后但是呢，比如说接下来的2个礼拜都因为这种原因，或者说因为老师有点事情就不来上课了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到底是怎样？就过了大概3个礼拜以后，有一天老师又突然来班上，就跟我们说什么，就开始讲一些他自己的事啊，就说什么他有忧郁症啊，有一些什么自杀倾向啊，然后他原本要自杀啦，然后吞安眠药干嘛干嘛的，然后就开始跟大家分享这些，大家就有点傻眼啊，干嘛干嘛的。但是呢，后来呢，就是有听到其他学长姐跟我们讲一些事情以后，才知道说因为前阵子呢，老师跟我们补习班里面的某个行政人员在谈恋爱，但是呢，那个行政人员他好像把补习班的钱偷走，
然后偷走以后，就是有点像就落跑，然后落跑以后呢，我们老师就是可能受到感情创伤还是怎样，他就一蹶不振，想要自杀还是干嘛的，就觉得还蛮荒谬的。从这个行政人员偷钱的事件到后来下一件事情发生，中间已经隔了大概半年多吧，就是我已经从高一升到高二，就是那时候高一也进来啦，然后我们就听到说，老师好像跟某个高一的学妹在暧昧不清，但是呢，说暧昧不清呢，也蛮奇怪的地方是说，老师呢坚称说他只是对他像干女儿那样照顾，因为这个老师大概30几岁左右，但是呢，就是那个女生就把老师传给她的简讯给大家看，那个内容就会说什么哦，我很想你呀，你今天没来补习班，我好无聊，就一看就觉得说，怎么可能会有人会讲这种话，对女儿讲这种话？如果真的是女儿的话，这时候呢，我就是比较常待在补习班的同学就跟我们讲说，哦，老师之前好像也有追过某某学姐，他给我们看那个学姐的照片以后，我们根本就跟这个学妹的型很像，我们就觉得说，原来老师是惯犯。但是因为呢，这个老师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比较正常或是比较普通的学生来说，他都对我们非常好，就是他真的是在平常的时候呢，我们问他问题什么，他真的是让1对1的帮我们解答，然后很详细的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问题很多的话，他也完全不会不耐烦或怎么样，他只会跟我们说，下次要早点问啊，因为段考前很多人都要问问题之类的，或者说如果你不会的话，那你就应该提早问我啊，这样子我才知道你不会。反正他人在平常或是对我们这些普通人都真的都非常的好，所以呢，其实也不影响我们的学习，大家也不会因为这个原因，然后就离开这个补习班。对，那时候大家也就只是把他的这些事情当作笑话在看，就感觉他只是个私事比较乱的老师，所以我们也就不以为意。反正后来我就毕业了，毕业以后呢，我就想说，因为我就是在家里附近的大学读书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就刚好老师也就是找我，因为我成绩也算是不差，他就想找我说去帮忙当辅导老师。而且呢，因为他那时候刚好要开一个新的分部，新的分部呢就是离我学校很近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方便。我那时候呢就想说，反正他一定也不会对我怎样，所以我也就想说去赚钱。结果呢，这之后呢，我就开始理解到一些为什么那前面的那些行政姐姐，或是呢有些那个只是来上课的老师，会跟老师有点不合。对，我那时候去的那边是一个新的分部，新的分部呢，就是一切都是我算是草创成员，所以呢，很多事情根本就是我们去开拓。因为那个地方呢，也是跟我前面说的那个国中部的补习班也是有合作，因为那补习班也非常的大，它有非常多的分部，所以它其实算是跟那个补习班有合作。我一开始呢，在那边当辅导老师的时候呢，就是做起来就是还蛮好的，因为小朋友，因为其实辅导老师呢，通常就只有在段考前会有比较多问题，然后平常呢就还蛮闲的呢，就可以看自己的书啊，做自己的事情。然后因为我这个人比较鸡婆一点，我们那时候呢，我是辅导老师，那时候那边也配了一个就是新的行政姐姐。那个行政姐姐呢，她算是比较不聪明的类型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老师其实拜托她很多事情，像是报账啊，或是联络学生家长之类的事情。但那个姐姐呢，就比如说报账，就是她去家乐福采买东西什么，她那个钱永远都算不对，就是只是把发票的钱除以2，写到账本上，这种事情，他那个钱永远都除不尽。为什么除不尽呢？只是因为说有些钱是奇数的，所以当然就是有些钱会多一块，有些钱会少一块，所以他不管怎么算，他都算不对。
然后但是他完全找不到这个问题，然后我就会想说，因为我也没事，我就很急迫想说，那我去帮他。结果呢，帮一帮呢，我们老师就觉得说我好像很好用，所以呢，他怎么样？只要我上班的时候呢，他就不请行政姐姐，他呢就叫我说帮忙做那些行政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他根本没有给我任何多的钱，而且其他辅导老师哦，他们都不用做这件事情，还跟我领一样的钱呢，你就觉得是不是有点夸张，而且有点荒谬？而且我那时候来，他也是叫我说做辅导老师，我只是想说那个行政姐姐她看起来很可怜，想说帮她一下下，结果最后呢，根本就变成是我要做那些事情呢，我就觉得很好笑，而且有时候我辅导很忙的时候，我行政没做好，又要被骂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？后来呢，就是因为呢，就是那个行政节来来去去，就是有池子有换过啊。后来呢，我记得那个就是那边我待的那个分部，后来呢就来了一个新的主任，就是算是补习班主任，因为他想要入股我们补习班，所以他是跟我原本的老板是合作关系。结果呢，我跟你讲，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们老板超爱在背后讲任何人的闲话，因为我们这个补习班呢，其实算是他的家族企业，他其实里面有非常多他的兄弟姐妹、哥哥跟妹妹啊，都有在里面上班。结果我们老师超爱在背后跟我们讲那些他的妹妹啊，或是他弟弟的私生活多乱或怎样，然后跟我们抱怨，我们就觉得说，你们不是家人吗？那为什么你要在背后抱怨他们？而且他抱怨那种真的是那种非常毫不客气的那种，把他们家事都拿出来讲。但因为我其实有点知道我们老师的个性是这样，然后我也不太敢附和的非常明显，所以我那时候我都会陪笑说：“哦，真的假的啊？真假是哦。”就这样，就是很不敢正面回答，怕他到时候反将我一军，跑回去跟他妹妹或跟他弟弟讲说：“哦，那个某某某啊，他对你怎么样怎样。”所以我们超害怕的。而且我们老师还有一件事情是，他其实前面我刚才说那些行政姐姐啊，为什么会离职或是干嘛？因为呢，我们老师非常容易，大概你才来1个月左右，你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但他就看你非常的不爽。他不爽的程度是什么？你其实什么事都没做，他就会一直盯你，盯到不行。就是你做的事情，其实跟你前面做的事情完全一模一样，你完全没做错任何事情，但他完全可以在里面挑刺，然后就一直就是对你精神上的压榨，让你觉得非常的非常的不爽，最后呢，你就会想要离开。所以啊，然后我刚才有讲到说，就是我们这个分部后来来了一个主任嘛，我们老师呢，他也在背后一直狂讲那个主任的坏话。因为那个主任他也是物理老师，所以呢，他就是也有上我们补习班的课。但是呢，那个主任他上课的方式真的算是蛮无聊的，所以呢，学生都没有很爱他，他也都不太想上他的课。我们老师呢，就是也都不跟那个老师讨论说他的教学方法，就只会在背后一直说什么他又教的不好或怎样，然后就觉得蛮好笑。重点是呢，那时候还发生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呢，真的算是我在补习班遇过最夸张的事情。那时候呢，就是因为呢，我们补习班也会出作业给小朋友，请他们回家写，然后我们老板他就会要求说，如果那些小朋友没有把这些作业写完，我们辅导老师要强制把他们留下来写。结果呢，我那时候就是要把小朋友留下来写的时候，就是要先通知家长说要晚点回来嘛。结果呢，他们班的小朋友直接对我发脾气耶，就是高中生直接对我发脾气。我那时候就超不爽的啊，我就想说到底是怎样，就是今天这件事情也不是我要求的啊，明明就是老板要求的，然后还对我发脾气，我就很不爽。反正后来我就直接进班，然后直接大骂他们说。我也没有大骂，我就直接说，如果你们不想写，就不要留啊，我又不在乎你们的成绩怎么样呢？反正我就有点不爽的讲。然后因为那个小朋友对我发脾气的时候，没有很多人看到，所以他们就觉得说，
我怎么那么凶？因为我平常都跟他们很好，就是跟他们打屁聊天。结果呢，那个主任他明明就在哦，而且他明明就知道这些事情，他也看到那小朋友对我发脾气哦。结果你知道他竟然干嘛吗？他就反过来就是去安慰那个小朋友，跟那个小朋友说没关系啊，你不相信你就回家干嘛的。然后呢，就别人说哇，我很像疯婆子一样在那边对小朋友胡乱的发脾气。然后我就很不爽，我就把这件事情就是回报给我们本部的行政姐姐知道，因为我就觉得说，如果我就直接跟他讲说，如果呢主任跟老板他们立场不一致，然后而且在我被小朋友凶的时候还不跳出来，就是保护我的话，那我不知道说我为什么要坚持，我为什么要坚持执行补习班叫我做的事情呢？结果呢，我只是跟那个本部的姐姐抱怨这件事情，她呢立刻就把这件事情跟老师跟我们老板讲，我们老板呢在隔天哦，他就把那个主任叫到本部，然后去大骂他，就是说，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其实算是当行政人员加辅导老师，然后他就骂他说为什么他没有保护我嘛，然后这样听起来感觉是一件他非常有正义感的事情，结果呢，我们老师做什么事情？他竟然在背后再反过来跟那个行政人员讲什么？他就说：“哦，也不知道诺是不是因为觉得说我一定会挺他，所以才把这件事情跟你讲。”就觉得我听到当下，我真的是傻爆眼哎！我就觉得说，不是啊，我只是把这件事情如实的陈述出来，而且我那时候被凶、被发脾气的时候，其他国中部的老师根本就有看到诶，他们看到的时候，他们也觉得说，我们的小朋友怎么会这样子？结果呢，我们老师的心里竟然会觉得说，我好像是因为觉得说笃定说，我们老板一定会帮我出这口气，所以才把这件事情往上报诶。反正从这件事之后，我就对我们老板觉得说，我就更觉得我们老板真的是一个蛮有问题的人。反正后来他骂完那个老主任以后呢，那主任来补习班以后，就把我叫到小房间，说就是他就是感觉他超级勉强的跟我道歉，就说什么哦昨天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保护你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觉得说，但他的脸看起来都超不爽的，我就觉得说他根本就只是做样子。反正那个主任后来其实也没有做很久，他就大概做个也是做个2-3个月吧，然后他也消失了，就是有一天以后他就不来了，所以这补习班又回归到只有辅导老师跟行政老师跟我们老板的关系。对，反正呢，最后呢，最扯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呢，我那时候呢，跟我一起上班的行政姐姐，她其实呢，就是也是她也算是待蛮久，因为我们都在分部上班。分部的话，我们老板平常不会来，他都在本部经营，他只有就是要上课的时候才会来分部。但是呢，这个跟我一起上班的行政人员呢，行政姐姐，她呢，其实有一阵子我们老板也非常讨厌她。因为我刚才前面有说，他做事其实也蛮不聪明，或是蛮不利索的，所以我们老师就有一阵子看他非常不顺，是不顺眼到就是大家会非常的觉得说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定就离职了的那种程度。这样乍听之下，你就觉得说，那他们是不是没有很好？结果呢，后来呢，就开始传出一些绯闻，什么绯闻呢？就是国中部的老师呢，就会在我下班的时候问我说，诶，那个行政人员他是不是跟老板在谈恋爱啊之类的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，真的假的啊？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们老板对他非常不好，他怎么可能会跟他谈恋爱干嘛的干嘛？反正呢，我那时候就不以为意这件事情。结果呢，我后来离职以后呢，大概过2-3个月吧，那个女生就突然 po 她生小孩的影片跟照片在网络上，我整个吓烂欸！我想说，我之前在那边上班的时候，我根本看不出她怀孕，而且我才刚离职大概3个月而已，她就跑去生小孩欸，而且那小孩是谁的？就是我们老板的欸。她后来她直接一个麻雀变凤凰，她直接要升成老板娘欸！我就觉得说，天哪！这真的只是我在整个教职员里面发生过最精彩的事情。而且我后来回想说，我常常有时候我们2个会一起在补习班里讲我们老板的坏话或怎样，那她是不是其实根本就偷偷跑回去跟她老公或她男朋友讲啊？
我就觉得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很像一个傻子啊？所以啊，真的在职场上真的是不能随便跟任何人讲其他人的坏话哎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差不多到这里。相信大家听完我今天分享的故事，一定觉得说，一个小小的补习班怎么会发生这么多奇怪或是好笑的事情，甚至是我觉得还蛮荒谬的事情。而且呢，我觉得其实还蛮多事情是你呢，比如说你是既得利益者，或是你是学生的时候呢，其实你根本就不可能会发现这件事情。当你呢真的身处在其中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说，原来以前那些离职的人，或是一些老师跟其他人吵架的事情，原来都是有原因的，并不是我们看到老师教学教得很认真，或是对我们很好，他人就真的那么好诶。真的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诶。如果你遇过比我更精彩的补习荒谬事，都欢迎你在底下留言，或是去 IG 私讯我告诉我哦。我是诺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